机场啊，我现在在机场，我等一下飞到南越去，不会到胡志明去玩。我还有2天的假期，我这2天要到南越玩，所以现在在机场。本来今天是不准备直播的哈，但是我觉得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嘛，我还是要讲一下哈。好，来了，讯号过来了。胡志明这是河内的机场，河内机场还不错，那讯号那个 WiFi 好强，WiFi 好强。不过它 WiFi 只有几分钟而已啦，几分钟就要再重启一次哈。所以我现在是在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一个什么？机场的大堂旁边的一个小餐厅啊，还借了一个场地，先做直播嘛。今天的晚餐，好，克服万难哈。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克服万难的哈。不过还是蛮有意思的哈。主要不是讲了哈，我昨天讲了我们政党被退回了哈。然后今天我们的主席跟秘书长已经去内政部，跟内政部的官员做了充分的沟通。我们把他们对我们觉得有疑虑的地方，就是他认为有问题的地方，我们全部照改，我们全部改进，照他要求的。然后大概是3月15号左右，我们要再重新召开一次的党员大会。地方应该是设在那个我们台北市党部啦。我们台北市党部，但是我们台北市党部没有那么多位置哦，各位，到时候可能大家站着哈，我们先把它大概它衔接开过就好了，就是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让他看的嘛，这样。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我要收回我昨天说的哈，所以我昨天说内政部在卡我们这件事情啊，我要收回这句话哈，因为他确实指出我们好几个地方有问题了。好几个地方不合程序了，所以这个应该到目前为止哈，应该是没有卡我们的迹象，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哈，暂停什么？暂停你的愤怒，暂停去什么打击民进党。我党不打击民进党哈，我们党不能打击民进党，这样的话会有路线的问题，哈。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一定要做完之后要跟大家讲。本来我就昨天发生事情，我就跟秘书长跟党主席讲嘛，不管内政部什么态度，我们都要照他的方式重新再做一次。就算他挑剔，我们也让他没有机会挑剔。我要让他没有机会挑剔的。这样的话，我们比较什么？不是要大机会了，要到南部去玩。到胡志明去玩2天。那个什么河内我已经都玩过了，我就这边的景点我都去过了嘛。所以这两天我要去胡志明，还有朋友啦，我一个人去胡志明嘛。机场直播对啊，看有没有积极啊？你在感动，你知道吗？真的要感动嘞！我他妈在机场我都讲说，反正还有时间我就直播了嘛。刚好这边的 WiFi 还蛮强的，我在想到，如果 WiFi 不强，我还不敢播嘞，是吧？先跟各位讲一下，今天可能只要照 SOP 来哈，我认为不会有问题的。毕竟连统促党都可以成立政党，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跟敌人统一这个事情，在台湾就可以成立政党。我们要跟我们的盟邦，我们要加入盟国的联邦，况且台湾本来跟美国这个政治上的这些问题，本来就很多人是看懂的嘛，是吧？台湾如果不是美国的，美国怎么可以对台湾？没有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所有人都懂嘛。美国从来没有把台湾当外国美国人要来就来故意刁难就检举。我说过哈，这一次如果照他们的规矩做的话，如果还要刁难，那我开炮来我开起炮来可是很那个的哦，炮火会很猛烈的哦。内政部我去是示威，我跟你讲，他们应该公务员也不太可能去干这些事啦。
如果没有得到特别指示，他们也不太愿意这样做了，因为谁知道下一个执政党是谁？得罪我们干什么？所以我就跟内政部的官员讲，你要得罪我们一个政党，你不得罪我们，我们后来后去，台湾人讲后来后去啦哈，大家这样哈，这样大家都没事，好不好？你公务员就是为了把自己位置保留好嘛，好退休有一个很好退休金领嘛，有个很好退休人生嘛，这样就好了嘛，照规矩做就好了哈，不要有特别的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政党意识，这样对你很不好哈。我希望不是这样了，希望不是，希望是我们误解哈。福建就好没事的哈，越南的机场对啊，这个是河内的机场。北越的机场刚刚好多人呐、这个时间刚好人已经走光了哈。哇，这个你知道过年现在机票多吓人吗？开什么玩笑？我本来想说啊，提早回去了。我要改机票要1万多块，光平时来回机票都要6、7千、7、8千而已，现在要改个机票都要1万多块啊，吓死人！所以说哈，河内这里算是什么？外商的投资大省，这个地方是外资已经占领了。我跟你讲，我一路坐计程车过来，哇靠！从北江、北宁，知道吗？海防哈，从那么下龙湾到海防，到北江，到北宁，然后到河内，然后到机场。我跟你一路上那工业区满满的，到处都是工业区，这个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所以说，我说越南会起来的，越南会起来的。台湾人如果要做生意的话，其实越南这一块是有，因为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越南？越南太长，越南南北快2000公，1000多公里，南方到北方快2000公里，所以越南到今天只有组装厂，就是什么苹果啦，什么，笔电啦，为什么只有这些东西？而这些组装厂它的供应链到今天都没有办法在越南成立，为什么？我问你，如果你要做一个原料厂了哈，你要在哪里设？是在南越，那你北越就放弃了。北越当然要1、2千公里啊，你走陆运啊，还不如。所以说我如果把供应链的厂是在南方，我北方就要放弃；我是在北方，南方就要放弃，因为从北方把货运到南方，还不如从中国或是从台湾把原料运过来。所以在越南要设原料厂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北中南都各设一个嘛。你就那你就在岘港那种什么中部就好了。中部到北方还要700公里，700多公里，到南方也要700、800公里。陆运不要说700、800公里啊，300公里就够呛了。陆运太贵了哈，所以到最后会变什么？他们的原物料到目前为止还依赖中国还有台湾，他们本地没有办法设立原料厂，太狭长，你没有办法设一个原料厂，它供应全国，还不如从国外运过来，因为海运最便宜。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对这一块，而且我认为越南现在已经开始非常蓬勃的在发展了。蓬勃发展之后，它的原物料需求会更大。所以我们是准备，我没有准备在这边设厂，我是准备在这边设立一个公司嘛，行销公司嘛，就是从台湾啦，把台湾最好的东西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带进来嘛，然后也从中国运一些廉价的东西进来。中国工厂所有的劳保用品啊，工厂清洁用品啊，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专长嘛。这些东西我看到越南到今天还没有，到今天越南还没有还都是要靠中国运来，因为这个廉价比较低单价是从越南嘛，高单价从台湾嘛。那我们如果做的话，我可以从台湾找一些好的用品，到这边工厂用得到的东西啊，比如说电动工具啊，比如说气动工具啊，那些台湾很强了，这些台湾都很强啦。台湾有很多东西是很强啦，台湾有很多产品是帮日本代工，所以品质不输日本，但是价格差日本是一大截啊。台湾有很多这样的有性价比的东西了。
大部分人到越南都想开一个厂，然后来加工，然后卖出去。我现在比较不，因为我没有资金做那么大嘛，所以我们就先从原物料的供应开始啊，原物料供应开始好。我我跟你讲，他这个什么，他这个什么，机场就是这样，一下子就要重新再登录一次，一下子再重新登录一次。它的网络是很快，但是大概几十分钟就要重新登录一次，你知道吗？没关系啊，也一样，登录就登录嘛，是不是？低调低调。越南啊，越南北方，我大概往这是下龙湾那些地方而已嘛。南方的话，可以去什么富国岛啊，还可以去什么胡志明啊，胡志明也很漂亮啊。胡志明我是去很多次了。好了，大家先按赞了，先按赞哈。对啊，我不做不行啊，是吧？但是我不会，我还是我未来了，重心还是在台湾啦。这边我是投资而已啦，因为我有一个好兄弟嘛，我跟你讲，多年跟我们一起在民族群混战的兄弟，他因此被关了10几天嘛，他闹得很大。我跟你讲，他这个家伙他妈胆子之大了，对吧？闹翻天啊！不过他现在想一想说，年纪大了，他也50来岁了嘛。他说：“哎呀，年纪大了，真的要开始赚钱了。”所以我就投资他嘛，没关系啊，上线人少没关系啊。我今天只是主要是跟各位讲，因为我昨天讲的太激动了。昨天因为我有侧面听到说，民进党对我们台美党很忌讳，而且听说连赖清德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个美国朋友他说我们政党成立大会那一天他就知道了，民进党就有人打电话给他说，哎呦，真的有一个台美党那个台湾共和党成立了。而且好像声量还蛮大的，所以我也一直认为，我就有一点误解，想说，哎呀，民进党这今天要改，他真的要什么？真的要挡我们？我第一个直觉反应是这样的，但是我看好像也不是啦，哈。不管你有没有挡我，我做我的事情，你要求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一次如果再挡我，我一定闹到内政部去了哈。我这次很低调，非常客气哦，非常的压抑哦。我说对不起哦，我们做的比较那个哈，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唐突的呢。你要求什么就做什么，如果这样还做不好，那个时候要开干再来干哈，各位不急哈，应该是没事的哈。来140块抖，谢谢。回答客户那些财报亮眼，一定是的啊。没黄磊现在讲，要台积电要增加1倍的产能，因为它的需求会倍数的翻，惊死人啊！那么好赚的东西，又量那么大，往世界上，你们没有做生意的人没有办法感觉，你知道吗？全世界只要量大了，大社会啊，价利润都非常非常低，甚至有一点要赔钱都要做，你知道？可是我们台湾人，你看晶片、AI 伺服器，利润好的不行，然后好的不行的情况下，我们订单又大到。一年都要做几年，2年做不完，你知道吗？所以说哈，台湾真的要飞上天了，各位。那些蓝白那些人哦，其实真的像乞丐一样，你知道吗？一个社会的富足啊，乞丐是不懂不知道，跟乞丐没关系，你懂吗？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不懂我们做什么，他也不懂科技是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参加科技，这些都是嘛，军公教退休那些人嘛。一辈子就他妈的爬格子写那些又酸又臭的文章，他妈做那些什么做那些东西是又酸又臭的啦。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所以在台湾的科技发展之下，在这个范畴里面，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立足点，他们知道的吧？他就可以使坏嘛，他就可以唱衰嘛，是吧？哦，那你就唱衰啊，我觉得很好笑啊。台湾强不强？难道还要你们来说啊？
虽然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台湾台积电有多强啊，所以我们在节目不停的在介绍这个嘛，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不会有问题的哈。黄仁勋呢哈，黄仁勋最近被问到一个问题啊，说在 AI 时代，怎么样的人才才算聪明人呢？其实我们常常讲的未来的人类在 AI 的世界哦 ，AI 现在 AI 有自己的社群哦。自己跟自己聊天哦，他们有自己的聊天平台哦，而且不让人类进入哦，而且什么，他们发明自己的语言哦，人类也看不懂他们在干嘛哦。AI 已经开始什么串联起来了，而且它开始有 AI 觉得说，认为说，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在 AI 的世界里还需要人类吗？这台电脑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强制把它关机嘛，是吧？这个事情大家应该知道嘛。哎呦，唐颖说的知道我要讲什么哈，所以我在讲3个重点了。马斯克的第一性原则，马斯克第一性原则也是未来我们存在这个世界哈最直观的人，你才能什么，才能成功，你未来才有机会。什么叫第一性原则？我凡事看本质，任何事情就是看本质，我不会被所有的外面的什么。像共产党那些谎言啊，还有那些包装啊，那些低三下四的那些什么，那些谎言给骗我们，凡事都只看本质嘛。看本质的话，你很多事情你就能够，你就不会浪费时间嘛。把马斯克的什么第一性原理加上黄仁勋讲这个什么品味跟同理心，黄仁勋讲说，未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念给各位听了。黄仁勋时代被问到一个问题了，在 AI 时代，怎么样的人才算是聪明人？他的回答是：以后算得快，会写程式，这些能力会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所以说，我们这种早期写程式的人，学程式语言的人，最后一文不值，你知道吗？哈。人类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同理心跟品味了。品味这个词已经被很多矽谷大佬讲烂了，但讲同理心的人很少。仔细想一想，老黄这句话非常有深意，不愧是当今地球最强的华人之一。他一定遇到过那种，你一定遇到过那一种人，就学历很好，专业没有话说，但你跟他聊天永远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满口术语，每句话都正确，但就是让你觉得他在自嗨。然后又遇过另外一种人，他讲的是你一个完全不懂的领域，但是3分钟内就能抓进核心，差别在哪里？这个差别在哪里？有一个整个厉害，什么都很厉害的人，但是他跟你讲东西呢，他不知道讲什么，你听不懂的东西啊。但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可能素质没有他那么高，可是他能够2分钟内、3分钟内，把他懂的东西很干净、很清楚讲给你听嘛。然后什么？然后这2种差别就向下兼容。这就我为什么讲这一题？因为我是不是常讲一句话？很多人说陶山你的演讲很好，我一直就讲，演讲要讲得好，只有一个理由，我讲话就是为了让你听懂。我讲每一句话，我都会心里就会先跑一遍，跑什么？怎么讲？我心里想，哎，如果我是台下人，我应该我怎么去听懂这个人他在讲什么？所以我是台上人，我就要讲台下人，我这样讲他怎么听懂呢？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深入浅出让听的人听懂？所以讲话是为了让人听懂，而不是为了装逼。绝大部分人，我看越什么肚子越没有东西的越会装逼，所以就什么很简单的东西，他把它做得很复杂，让你觉得哇，人家大师呢，大师呢讲起来那种听不懂，我们这些人就是什么？哎，我们就是妈的比等而下之的人嘛，所以我们跟不上人家嘛。这个其实是，尤其是学法律的人常常会这样哦，故意让你模糊。但是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在黄仁勋讲说，在未来的世界是没有价值的。你没有办法有同理心，向下兼容，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向上社交啊，但是我们要做到向下兼容。这个才是未来的重点。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就是说，
我也一直觉得说，像我们这些人呢，像黄仁勋讲 AI 之后，大部分人就会失业嘛。AI 之后很多人就会失业，那我请问各位，失业之后我们靠什么生活？我们靠什么维系这个世界？结果黄仁勋讲品味、同理心，这个好像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好像可以学得到。我们至少我们来学是可以学清楚的哈，并不是我们讲的我们以为那么困难哦。这个什么哦，天文地理的一些秘密家那个高等数学啊，工程数学难到什么？不是那样的哈。所以说黄仁勋这种人，开创地球最新的科技的源头，而且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内心要怎么样去配合这个时代的成长。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是一种救赎哦。黄仁勋这句话对很多人是一种救赎，至少对我是个救赎啦。因为我总觉得说啊，未来我们要靠什么立足在这个世界？在 AI 的世界，人类靠什么维持社会、维持人际关系？那马斯克说以后不用，他说不用缴保险啦，不用存钱啦，也不用努力啦，我什么都不用了，因为未来什么？未来的 AI 之后，所有的物质都会无限大的产能，价值会无限的低。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啊，价值无限低，生产这个东西的动力在哪里？啊，那么产品无限多啊，这卖的价格很低，对了，他说那这意思说又不是你生产的，又 AI 生产的，又无限能，他觉得黄仁勋马斯克讲什么？我们一直在讲核融合，对不对？马斯克嗤之以鼻啊，这核融合干什么？宇宙间最大的核融合在太阳上了，太阳那个核融合还可以几十亿年还继续融合了，你台湾、地球搞核融合干什么？而且听说地球上核融合有很多物质啊，和有很多材料是没有办法克服的。有些人讲说，有些人在出来讲说，你们讲说什么核融合在10几20年就会成功，他说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快。甚至永远不会成功，有这种说法，我不知道。但黄仁勋讲是什么？搞什么核融合？太阳就是核融合啊，所以他要发射100万个卫星打到太空去。太空没有阴天啊，也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啊。我打上去的什么？打上去太阳能啊，太阳面板啊，对吧？第一，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阴天。也没有灰尘啊，是不是？现在沙漠很多太阳板很麻烦，就灰尘很多，可能每天都要派机器人去洗，你知道？未来他说，我发射100万个卫星啊，把我们的什么地球的轨道上全部布满了什么？布满了太阳板啦、啊，甚至去放在什么月亮背后啊。妈的，这些话你听了就觉得。说了也没有说错啊，也有道理啊。那到最后，所以理来代志了哈。我像我这种比较喜欢乱想的人，越想会觉得说，那什么样的哇，让我们到底活下去的动力在哪里？什么动力会让我们能够活下去？所以黄仁勋虽然他们开创了这个什么最虚无的东西，你知道，最高科技到最后会产生一种虚无的。就像当年的存在主义一样啊，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这代年轻的时候很流行存在主义嘛，灰色的世界嘛，不知道哈，未来这种虚幻的感觉会不会又重新陷入另外一个存在主义？所以说黄仁勋今天讲这些话，我比较有感了，而且我也比较想去深思这个问题了，好不好？对呀、外星能源当然是这样啊。来170块抖音现在 Google Video 当年被 YouTuber 击倒，因为掌握趋势。哦，是哦，这个我真不知道了。Google Video 当年被 YouTuber 击倒，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情。哇，你们太厉害了，你们真的很多，我们里面卧虎藏龙太多了。其实很多东西我是不知道哈。啊，大海上面盖太阳
在地球上盖太阳能板，这个是本来就是大海上比较难啦，比较资深的。所以我10年前我在新疆跟新疆朋友讲说，你廖董，你要跟我们讲一下未来趋势啊。我说你们未来趋势在沙漠，他们说你是神经病啊，什么沙漠？我说未来太阳能板一定在沙漠。结果果然哈，现在他们最近有人在讲说，他说你们以前你们那个廖董啊，真的是厉害，现在真的半个沙漠都放满了什么，放满了太阳能板，然后用机器人去清洗，然后清洗太阳能板的时候，那个水就会跑到地上去，然后地上就开始变什么？变绿洲，很大的改变。所以马斯克不是讲说中国最大的优势是电力吗？中国的什么沙漠的电力，还有什么澜沧江啦，什么那几个喜马拉雅山这些8000多公尺的高山，那个雪水下来吓死人了，那个产生的水力啊，水力的能量有多大你就知道。所以中国真的不缺电，而且它这个电是它的优势。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小看中国，中国在这一块是优势哦，是吧？所以马斯克不是讲了中国3大优势吗？第一，电力嘛；第二什么？专制啊，它专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能量往一个地方放嘛，钱可以往地方，但是因为他们的补贴嘛，所以也让他们的科技发展不起来。所以马斯克只看到优点了，就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去做一件事，但是中国因为国家集中力量去做很多事情，做到最后全部都烂尾嘛。所以那些东西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要看人种。中国的人种真的是只要能够从政府那边拿补贴，所有人都来抢，所以这个国家有它人种上的一个限制。真的，我跟各位讲啊，在以前我们刚中国的时候，一个计程司机都要坑你了。其实我今天坐的士来，他给我开150万了，我跟他杀到120万，他说好。我想说，那他会不会怎样？会不会他妈的乱不会？然后呢，他一路上就是那个年轻人开车，有太阳了，他还会伸手去帮你把那个遮阳板挡下来了。他们有服务的精神。我可以讲，中国人是没有服务的精神。哪怕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不错的地方，其实中国人还是那种野蛮的行为，还是那种动物真实的态度。中国人是没有付出精神。到今天我在中国做健身，没有看过有一个知识司机要帮你让那个遮阳板的，然后还嘘寒问暖，虽然我听不懂啊，我们都用翻译机来沟通嘛。所以这种就是什么？越南人因为被法国统治过100年，所以他们骨子里有什么？有民主思想，骨子有民主思想，然后他们有服务人的那种什么那种精神。他不像中国那种完全就是草莽啦、莽撞啦、土匪，他完全不是那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我很看好越南？然后我那个兄弟说他要来越南投资，我说好，你先去，我马上去。他那人他看到我，他都快哭了。他说哇，他跟他老婆来嘛。他说没想到他老婆也是我的粉丝啊。他说哇，没想到塔山兄一句话就跑来了。我说有什么奇怪的？我说我们多年的战友了是吧？既然你要做，我刚好这一块我有这一块的，我那边工厂的那个资源可以到这边销售，这边居然没有啊！我的产品这边居然没有，所以未来应该有机会做嘛。就这样就是我突然跑来，我上一次跟我们台湾的朋友来，但是那一次没有做成，的原因是什么？不是，我觉得我跟他合作会不太合适。那现在我觉得我跟这个中国朋友合作会比较合适。他是我多年的粉丝，而且他的人格特质我是很清楚的。他也是个敢冲敢撞的人。我昨天不是讲了吗？前一阵子还想去报名去帮乌克兰打仗了。乌克兰说不行，你50几岁了，我不要你了。我说很危险啊，我说台湾好几个死在那里啊。他说对啊，抱着必死的决心呢。所以你不要小看，不要觉得中国人都很差。我一直跟各位讲，中国也有优秀的人，
所以我是一个最反共的人，但我也是少数有一点点中国情怀的人。因为我在中国27年，我真的有很多好朋友，好不好哈？所以不用再跟我什么，哎呀，你这样不要跟中国人合作了，不要这样，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我比你还懂10000倍哈。我在中国27年，我没有被中国人骗过，我告诉你，骗我都是台湾人，今天敢这样讲，因为我们在中国做生意，我到今天哦，到今天我中国那个工厂还是现金出货，我到今天还是现金出货。因为我很坚持嘛，所以我基本没有被中国人骗过，你知道？反正台湾人啦，哎呀，自己人啦，哎呀，自己人先拉1000箱来，我慢慢看了，我就拉了2个货柜到中国到越南来啊，被台湾人坑了、啊，是吧？所以不要这样讲啊，你们不用去用哪里的人不重要，是什么人比较重要？真的，我跟各位讲，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坏人。台湾坏人一大堆，你以为台湾没坏人啊？你在中国，台湾人会被骗的，台湾人只会被台湾人骗了，中国人骗不到台湾人了，因为台湾人对中国人一直有很大的一个防备心嘛，所以我真的没有被中国人骗过哈，所以不用再帮我什么，有些人替我讲得我知道你关心我了，我感谢你的关心了哈，我不是一个容易被人家骗的人，好不好？况且我投资也有限了。其实我投资没多少，20万人民币而已，但是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的资源，我是投资我的资源帮他嘛，不是帮他，大家合伙，不用说谁帮谁了，个人拿出自己的能量，然后未来他会在越南主掌这个公司，那我大概1-2个月来一次，1-2个月来看一看这样子吧。啊，我觉得跟这个兄弟在一起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啊，因为就是跟他在一起就舒服啊，因为我知道他是个很烈性的人啊，北方人嘛，河北的人嘛，阉人张飞听过没有？阉人张飞，他就是阉人了，阉国，阉人张飞是不是很有血性啊？是吧？很多人说，哎呦，你小心哦，那北方人很容易骗人，不一定啦，各位不是这样讲，就这样，最有义气也是北方人，但是因为北方人没有见过世面，你知道，所以他们有时候做事情哦。他不像南方人受过很多文明的洗礼过，所以北方人有时候比较土啦，真的。但是反正你放心好了，我有我的分寸哈。火星大气很弱，人没办法生存。火星大气很弱，你先讲这个不是很奇怪吗？火星大气只有地球浓度的1%，所以人家没有要在火星表面生存。而且火星没有磁场，所以所有的宇宙辐射都会到。所以说火星，马斯克是用了要准备放1万个机器人在火星干嘛？在火星挖地洞、挖地道，未来是要在地道，人类上去之后是要在地道里生活，而且地道里做一个太空罩，你们要重新再生产氧气。火星有水。人家想好了，火星地底下是有冰冻水的，那个水可以拿来什么？用太阳能板，然后把它电解什么？氢气跟氧气，所以他把水电解成燃料，氢气的燃料又放氧，又是人类可以用的嘛。你们不用担心马斯克这种鬼才，马斯克9家公司，每一家公司终极的目标就是如何在火星移民。他的什么就轨道汽车啦，什么 SpaceX 啦，什么脑机啦，什么我跟你讲，什么机器人啦，全部都是为了火星移民的，所以你不用去帮他想说，哎呦，火星没有空气，马斯克不知道，你马克拜托的哈，因为马斯克不知道火星没有空气啊，这我求的哈，哎。当然是严苛啊，所以我不是他们在挖地下吗？住在地下吗？而且马斯克说，第一批移民的人是没有办法回来的哦，因为火箭只够燃料送到火星，他没有燃料可以再把你送回来，除非你们在火星真的开发什么？开发工业，让什么？就火星如果要再回来的燃料要在火星上制造，
所以你火星如果没有科技的话，你也什么都没用啊。所以 DP 100多万人报名要移民了，所以不要用你的想法来看世界。我跟你讲，明明知道去了回不来了，100多万人报名呢，所以咱别用咱自己的想法看世界好，拜托兄弟啊，兄弟们，不要用你的眼光看世界。西方的那种冒险泛滥的精神，为什么西方强？为什么西方强？他们那种冒险泛滥的精神，中国人不行啊！中国看到有危险，爬登山有危险，不要去登山；潜水有危险，不要去潜水。我靠！那这样的话，那大家都在那边等死就好了。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哈，地球是不一样的地方。不同的世界的人呢，他们有不同的理解啊，他们对世界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哈。去火星钻木取火，为什么到最后太阳能板会变得很重要？火星的能源一定是从太阳能板来的啊，这个你想就知道，不用去想什么。他们用太阳能板的水的电来电解水嘛，电解水之后就有氧气嘛，然后有氢气有燃料嘛。我觉得如果大量去用这个太阳能板啊电解水，然后搞不好重新在火星上又重新让那个空气覆盖，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哦。但是也地球也是这样来的。地球为什么早年地球没有氧气，只有二氧化碳？是因为深海里面开始蓝藻，出现蓝藻之后，蓝藻会吸收光合作用，会吸收二氧化碳产生氧气，地球才开始有氧气，之后才开始有生物活下来。所以第一个生物活下来一定是蓝藻。蓝藻把整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了一部分成为氧气，这个才有我们人类适合生存的嘛。那我就问你，未来如果马斯克用这一招在火星上把这个星球成为宜居的星球，火星是不是就是马斯克就是火星的是上帝耶和华，是不是这样呢？是。当人类开始做这个事情，其实你就可以回过头来，原来地球早年也是这样来的。所以有没有外星人，这个世界越来越清楚了。早期火星是有人的哈，早期火星是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好像是因为它的磁场突然消失嘛。地球有没有可能？他们说地球磁场也每年在减弱，所以几亿年、几十亿年之后，地球如果磁场没有了，人类也会活不下去哦。地球的磁场是可以阻挡所有的宇宙射线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原来地球人已经可以移民外星了，那跟当年没有一样啊，是不是？那这个蓝藻怎么来的？是不是有外星人来到地球说，哎呀，地球缺乏氧气，但是二氧化碳全部都二氧化碳，那它的气温呢，它的大气层呢，它的磁场其实是可以适合人类生活的，所以他们就放一些蓝藻下去，带一些蓝藻来。让蓝藻开始行光合作用，然后慢慢的产生氧气，让人类可以生存，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有时候有些世界是有充满想象的各位，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充满想象，你不觉得有时候想想这件事情很好玩吗？是不是？想想这个世界很好玩吗？而且我们多去了解，像马斯克啦，像黄仁勋这种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科技我们跟不上，各位。因为科技领域那跟不上，可是他的思想我们够得上。他讲那些话，我就鱼有心有戚戚焉。就你讲对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够不到人家的科技，我们可以够到他的精神，好不好？这就是这个时代因为互联网啦，因为资讯的发达，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很好玩的很好玩的。对啊，地球身边过一半了，没见几千万年，我那么不低啊，你看你未来火星国主席，今天我要看到马斯克人家访问说，现在的科技让人类的让人类可以长寿，他有什么看法？他说他不希望人类长寿，为什么？他觉得人类在更新，人类重点在更新。什么叫更新？一代跟一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你说像我们这一代人，比如说像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啊，我们这一代人，他们这一代人看到什么？看到电子产品，看到电脑就懵去了。他们不是他不敢学，他觉得这就困难了。其实你觉得电脑有那么困难吗？是不是？电脑有那么困难吗？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学，也没那么困难。但是你要把这一群人把他智商改变了，变成什么也可以愿意让他接受现在科技的人，我觉得那是不可能。所以马斯克意思说，人到了一个年纪该死的就赶快去死，让年轻人赶快再活，那个才叫更新。人类的脑袋需要 update， 需要更新，而不是需要长寿。这个我听了。听起来觉得我本来是讲人会当活到150岁讲咧，不过真的啦，真的这句话是对的啦，要更新了，人真的是这个电脑又有问题了，我够烦了，你实在有够讨厌，又要重启了。安全的网络，安全的网络，这个不多了，这你看又来了，又要重启了。他每次来这个就是要重启了，重启还好，重启还可以，但是重启一下子要重启，一下子要重启，不过很厉害咯。机场的网络有这么快，我还真第一次看过了。我还第一次看过机场有这么快的网络就是要重启比较麻烦而已啦。不过也可以啦。哈，700多人上来，好。青春的骂对，但我告150人就有意了，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各位，现在的科技真的有可能，现在科技我跟你讲已经完完全全，所以我在想啊，我这2天在想这个事，这个科技发展到这个 AI 我在做这些传统产业还有意义吗？这个是一种什么？一种矛盾啊！这我又没有能力去做 AI， 我有能力做 AI 吗？我没能力要做 AI 啊。所以说我只能做船厂，船厂能做多久不知道啊，是不是？所以说你知道的越多，你那个脑袋越容易打结，我跟你讲，越容易怕干的，确实是为什么不能考打字？用讲话就行了，用语音输入你没有用过吗？现在我们都用我们这边都用语音输入我跟你讲，很多人早就不打字了，我跟你讲。他们就用语音输入啊，所以很快啊。我跟朋友聊天，我说你怎么那么快？没有，他说我用语音输入啊。现在已经很多人这样聊天了，对吧？不像我们还要用手去打字，好不好？网络会比较贵，没有啊？这是机场网络啊，机场的免费 WiFi， free WiFi 啊，免费的，不要钱的了。现在火运要做知心业啊，我嘛知影做知心业啊，你这是讲个笑话。我哪样做，我早就做啊。我能做我就早就做，我现在干嘛要回来做这些传统产业？是啦，现在唯一的就是说传统产业，但是现在下个会做的啦，但目前为止还是很蓬勃啊。你说怎么样？但是那个不是还要多久以后的事虽然他们说很快，我也觉得有那么快吗？不知道啊。Alex Chen 啊 ，Alex 这怎么念 ？CHUNG CHUN Chen 啊，不知道这个我这个样他70块短，谢谢。贵党可我帮忙主持公道，反对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推动立法废除恶法，当还人民
免于警察国家，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东西当然可以啊。如果我们有一定的一定数量的立法委员，我们有一个党在，我们推动的东西很多啦。这个也是其中之一，因为我常常讲了，每一个地方啊，那个罚单的收入实在太吓人了。尤其是台中区哦，那个警察真的是乱开罚单，乱开到什么程度？连摩托车停在什么？停在屋檐下都有事，你知道？所以说，但是你要让人民知道哦。哪一个政府罚你的，哪一个县市开你的罚单，你就不要投票给那个县就好了，因为交通罚单中央才拿1%，99%都是地方拿走，所以地方为什么让警察大量去开罚单？这个就是什么？他在打劫人民的钱。卢小小，我看来这一辈子没有对台中市有任何好处，做任何有益于台中市民的。但是他打劫你的钱还真的很勤劳。台中区，我认为台中区是所有县市里面罚单开最狠的。我很少看到人家罚单，连摩托车都会开人家罚单呢，对不？摩托车是影响到谁？对不对？但是他就是这个罚单也开啊，让你的朋友知道一件事：台中区给你开这个活单，你就不要投票给国民党。不要投票给国民党，因为这个钱就是他们县市政府拿走的，中央只拿1%而已哈，所以这个跟中央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东西一定要先说清楚，把这些东西传出去。我跟你讲，也许他比较不敢那么开罚单，就跟每个人讲，这个是台中市，这个是卢小小塞卡钱，要不然为什么以前有这么多嘛，现在没有啊？所以这立法，我跟你讲，立法说这个钱是属于中央的，就没有人会开了。如果罚单的钱是由中央的话，是由中央拿走的话，我跟你讲，小警察根本就懒得去开了。我跟你讲，好不好？对啊，卢小小今天乘点6块钱啊，对啦，船厂也没有那么容易消失啦，你说要等到什么？等到那个机器人还能够再操作这种，我觉得也没那么快。所以说嘛，很多人出来讲共产党那个春节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机器人，那个只是表演用。机器人要的是精密度。什么叫精密度？我要取代人类的精密度啊，怎么？1分1毫都不能差。可是他那个运动那个跳舞，那个是最大的嘛，那个是手比最大也没有问题嘛，对吧？中国我们应该就是这个手比最大嘛。精密跟手比大，这个是2个极端嘛，所以为什么精密的东西就不会手比嘛？那你说机器人需要的是手比小，可是你看他的跳舞啦、打拳啊，那个是有很大的手比都没有问题嘛，所以越来越让人看懂嘛。越机器人，他一直台不班呢，他今年一台卖20万人民币呢，我就问你，那像他啊，你买回去打拳给你看吗？是不是？那些东西没有办法用在精密，你要做家事也要很精密啊。那个误差，那个手比不能太大了，所以那个最后我跟你讲，那个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啊，没意义的物件。对啊，机器人成熟还没那么快啦，所以我觉得我们船厂还是可以做一下的，还是可以做的，不要紧啦。我至少以后还有那跑到越南来，还可以来看朋友，来看看工厂，这样看看公司吧，是吧？我觉得挺好的啦，挺好的。对啊，老公做但是全部全部都是在做表面工作嘛。这些为什么这么大的国家为什么？对啊，我今天突然想一件事啊，中国未来的历史一定会有一个大魔王出现，那就是习近平。本来这么蓬勃发展的一个国家，被习近平想称帝，你知道吗？那个老王讲他想称帝，我越看越觉得好像是哦，无伊安尼无啥。习近平称帝就好玩了哦。这个时代还有人什么称帝的吗？你看中国人那个脑袋妈装什么？那个脑袋不知道在真的装什么。
没有经过文明洗礼的人，他那个脑袋永远都是那个封建思想，对不对？那个王岐洲啊，那个老王啊，王岐洲是谁啊？王岐洲听说是翟三英的师傅，是吧？翟三英以为王岐洲几十年没有，王岐洲很厉害啊，王岐洲等级比翟三英还高嘛，所以翟三英还在用那个什么虚拟货币骗钱嘛，在王岐洲老王就出来改闹鬼一条，然后呢，让翟三英不是说啊，大哥不要啦，留给我一口饭吃啦，给他求饶嘛。这件事我本来不知道，也是中国朋友讲的。所以王岐洲是等级很高的人，在他金融业那一行，因为中国刚好金融蓬勃发展嘛，所以其实他就是说，他设计了一些衍生性商品啊，而且都是蛮成功的。所以说这种人。其实也没有，我周围有一个，我兄弟也是这样，我兄弟早期是什么？世界金融的衍生性产品，他是台湾唯一代理的。我这兄弟东西是惊死人的，惊死人的。他说所有的明星，所有的什么歌，我们以前是地好不好？不过被四大家族给坑了，因为四大家族说你怎么可以？你又不是我们四大家族人，台湾金融界有四大家族哦。最后他们很多规定哦，很多设定很多门槛，让这些东西你都没办法做。所以光台湾金融，我不知道台湾要做世界金融中心吗？亚太营运中心吗？我跟你讲，首先要什么？要有法律来限制这四大家族的权利啊！我这四大家族。是什么？这个金融的四大家族一定会干嘛？一定会把你坑杀到底，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起来，好不好？所以这外红衰物件都不是不能做啦，重点都是一定要有一个有能量的人，有雄才大略的人敢出来做这件事啦。当然他面对很多嘛，他面对很多阻力嘛，可是这个阻力一定要有人出来做。要有雄才大略的，像川普这种人，川普就是要把自己设立一个，我觉得啦一个总统啊，一个什么就要把自己设定为我就是一个阿爸，我就是阿爸王啊，怎么？你要跟我对干吗？你要跟我冲撞吗？来啊，我就跟你干到底啊！他这个形象设立之后，你没有发现吗？没有人敢动他。就这种哈，你管不发现？所以我就说嘛虽然他现在什么关税被大法官给怎样否定，我认为他一定有办法解套了。所以不要这个时候去打他的痛处好吗？台湾咱们蓝白不要傻逼到这种程度啊！川普的人他妈的他能够放过你啊？你这个时候我在受难了，我被大法官打的时候，你台湾出来呼应大法官。他妈的，等我拿回这个什么我的权利的时候，我第一个把你台湾灭了。我跟你讲，所以赖清德先生，不是我要批评你，不是说每天都在讲你不要让这些东西给什么，不要让台湾人这个时候让台湾人去想说，哎呦，川普今天在水小，我要去什么，我要去打压他蓝白这种，你要想尽办法把它压制住了。你可以压制住他们的蓝白没有什么了不起，好不好？对，大法官在教川普有更多的小手段，我就是这样说的嘛，我第一集就讲了这个话了嘛。但是我讲是讲啊，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效果，但是我确实是这样，我还是一句话，大法官比谁都知道，美国的霸权是世界的和平的讯号，如果美国不能维持它的霸权，这个世界就乱掉。我们在美国这种民主国家的霸权统治之下，世界还有公理，世界还有规矩，世界还有人性。不然难道不让中国去统治世界吗？你愿意吗？所以我们台湾要什么？靠到美国，还要帮助美国。我一直觉得台湾人是应该去帮助美国维护霸权的。所以我一直讲我们的晶片美元嘛，我们伺服器美元嘛。我们台湾一切东西，我们要帮美国巩固它的美元霸权，我们跟美国成为最好的盟邦嘛。
世界如果没有美国这个警察、啊，我问你，世界会乱成什么样？乱成什么样？这前提是什么？霸权，美元霸权要维持。我一直讲霸权，我一直讲霸权，原因是什么？不要用道德绑架，好不好？林北是不会跟你讲霸权的，林北不会跟你讲道德绑架，好不好？是吧？你去道德绑架川普看看，对吧？各位，川普你去道德绑架川普，川普会跟笑你笑的，我不骗你，他会笑你这个神经病，干嘛呢？我川普是让你绑架的人吗？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分得清楚。我们该做哪些事情其实是在维护世界和平。有 power 的人，有 power 的国家要帮忙维护这个世界和平。所以台美日只要紧紧结合在一起，这个世界就我们说了算。这个世界就我们3个国家说了算，然后世界可以维持和平的运转，信不信？你说南非啦，很多什么，太多这个是现在最穷的那些国家。津巴布韦那个国家，早期有白人殖民的时候都是很强大的，就白人被赶走了之后嘛，黑人自己搞，就他妈津巴布韦他妈的货币后面20个零，我要笑死人了。南非以前南非很发达的，现在南非慢慢在没落嘛，英国走了嘛，所以说了哈，所以我还是讲这样，过度的去谈人权，我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世界太多的。太多的例子了嘛，所以不用去谈人权了，不用谈过多的谈人权了。人权当然可以谈，那把人权讲得放在第一位，那就是完蛋了哈。很多人跟你讲了哈，很多人跟我讲了，我们党成立之后一定要什么？要维护这个什么台湾司法的尊严，不要让那些废死联盟。我觉得如果我们成立，我们真的要把废死联盟拉出来打一打，对吧？什么叫拉出来打一打？我们要做几集专辑让这些人。什么叫人权？就是我这感觉他们怎么会荒唐到这种地步？被害人的人权在哪里？被害者不光是被害者那个人的人权，如果你凶手没有得到惩罚的话，那被害者的家属那种怨气，那个一辈子的伤痕，你怎么去补救他？你为什么还要去维护那个伤害人的人权呢？伤害人权，他本来就没有人权，因为他伤害人。然后你维护了伤害人的人权，把被害者全家都往死里打，你知道吗？哦，这个我实在是干嘛讲？我真的对这东西非常的愤慨呢。但是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啊，尤其是有受害的人，那个心中的怨恨啊，谁来抚恤他？谁来温暖他？他就在跟今天不是那个警察的什么的爸爸不是讲一句话，说那个毒驾那个女生毒驾把他警察撞死了，他爸说我不要钱了，我就在判他死刑啊。他说我儿子多优秀啊，你把我儿子撞死了，你想赔钱了事啊？就是要他枪毙，我就是要他枪毙，我1毛钱都不要你的。这个就是你知道说。那个伤痕有时候真的要用加害者的鲜血，才能够什么？才能够抚平这些人的伤痕。而我们这些会死联盟一昧的去践踏这些受被害者的家属了。我现在已经不讲被害者了，被害者死了就死了死了就死了。可是你看他的家属，一辈子还要怎么跟你打官司啊？一辈子，我靠，那个伤痕怎么办哦？拜托好不好？好了，对啊，凶手还会出来，家属又提心吊胆，所以你们这些会死联盟啊，以后把你会死联盟一个一个抓出来，我跟你讲，拉出来斗争。你凭什么现在在搞这个东西？凭什么？好吧，鞭刑，对啊，鞭刑马上一堆人又说没人权了。所以新加坡有时候我觉得新加坡蛮可爱的，你知道？我就觉得新加坡有时候蛮可爱。所以我问你，新加坡这是不是右派政府？鞭刑就是右派政府嘛，对不对？右派政府都比较成功。各位，如果想要一个国家好，一定要把左派赶走。左派治理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样。举例给我看啊，
左派的朋友出来讲啊，现在左派很强了，是哪一个国家很强？都是因为左派把国家弄乱了，右派回来力挽狂澜嘛。美国、日本、台湾、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那个米莱，那每个人说一起笑，你知道这个神经病好不好？你看做出成绩来了，做出成绩来了。阿根廷整个在翻身，你懂吗？那个时候米莱我都想，干没成功。当然，他那一套我是很赞成的。就我想这个国家已经沉疴已久，人家被他做出来了，所以世界右转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台湾不可以跟不上啊！台湾看起码跟得上吗？如果没有我们台美党没有出来，台湾右转跟得上吗？台湾以前有哪一个右转？台湾现在有谁是右派嘛？你跟我讲，有声量的不讲那个没有声量的，那3个人的小党，他右派有什么用？是不是？真正有声量、有影响力的政党，我跟你讲，只有我们党，只有我们台美党。他们勉强抓了一个台联党，问题是我不是欺负台联党，他们呢没有声量，办了一个什么？办了一个 Charlie Kirk 的那个什么纪念会，倒是有了一点点声量，可是马上又没有了。这就是什么？没有声量的痛。没有声量，谁去看到你？你又不可能每天办活动，而且你每天办活动也不一定有人看。你要每天办到很有意义的活动，你才会改变啊。哪有那么多有意义的活动让你办啊？办活动会超钱的，不像我们啊，我们只有一个频道，我们这个频道，只要各位愿意帮忙，只要各位帮忙把这个短视频发出去，我们就可以成为台湾所有政党里面声量最高的。我们台美党要成为台湾整个政党里面声量最高的，没有什么困难。只要你们听我的话，只要相信我，大家共同去什么，多转发我的小短视频、短影片，就达成了。有那么难吗？明明有路可以走啊！其实我这个人，我常常讲说，谁都想做大事啊。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啊，没有路可以走啊。我跟各位指明了所有的路啊，只是你们不愿意做而已啊。对不起，所以你不要说，我跟你讲，我到今天，我大概据我所知道，我们没有超过50个人在帮我转发了，5到50个啦。我以为会有500个、5000个，我以为啊，结果不到50个，没关系啊。很多人都说人家在官方，因为台美党做事声量啊，人家习惯挖大饼，对啦，所以现在已经在帮我们转发，才是我们真的朋友啦。还在观望这些哎。不要紧啊，你看普普啊嘛，不要紧啊。等我们做出成绩来了，大家再好玩一点哈。好啦，我蛮被休困了哈，我蛮休困了，因为现在节目都只做1个小时而已啊，太长了，太长不行，他妈的像一个长舌公，规刚那一讲讲搞100分钟是要惊死人哟！你把他后置累死好不好？好了，谢谢各位了，谢谢各位，就是这句话。台美党要重新启动了。昨天我对政府的批评，我们暂时先收回来，好不好？先收回来，看看未来怎么样。如果未来还卡我们，放心好了，我第一个干他。他妈的，你挡不挡得住我的攻势？所以你内政部的人自己大概掂量一下哈。我也相信他们不至于这样做啦，因为公务人员就是很简单，我就是要安全落宗的嘛。公务人员他退休金多高啊？我干嘛跟你在搞这些？而且这些人年纪都有点年纪了嘛，都在退休边缘了嘛，所以他们也是求一个什么稳当就好了。所以我们也不去大家不去树立敌人，只要你规规矩矩的照国家规矩，不要格外找茬，我就阿弥陀佛了哈。你如果格外找茬，我讲过，我的反击力会很强的。我的反击会很用力的，好不好？好，先到这里，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谢谢各位。